你相信一头大象每天要吃21吨重的食物吗？这个史前生物一出现就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它在极短的时间内残杀了1000只动物和41个人类。它的脚掌比人都高，国家出动军队和热武器都无法将其消灭。草原上到处都是严重变形的车辆残骸和惨死的人类。如果放任不管，不到2年，它就能消灭掉地球上所有的动植物。大家好，我是张大刚，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人类徒手撕象的扯淡格斗热血番《范马刃牙》。一场记者发布会正在紧张的召开，因为猎杀野生生物，在那场行动中唯一幸存的萨曼警官受到了记者的强烈谴责。但是没有经历过现场的人是不会明白的，他们出动的军队被怪物一脚踩碎，萨曼甚至悔恨他们当初没有发射导弹，但实际上他们连一枪都没来得及开就已经被摧毁了。而就在此时，一个人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那个黑衣男人手无寸铁地打败了怪物。这套说辞显然不能说服在场的记者，毕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全世界都不会相信。但即使全世界都以为萨曼在说谎，他的儿子还是选择相信他。那个男人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荒谬，就算是另外一个他都无法打败自己。那如果是他的儿子呢？萨曼没有回答。而此时，那个地表最强男人的儿子正在河边抓螳螂玩。画面一转，一个小男孩正在战战兢兢地走进一所高中，他遭受到了同龄人的凌霸，逼着他去和高中里的怪物对决。小孩一进去就遇到了开头试图欺负刃牙反被吓尿裤子的炮灰混混。在得知小孩是来踢馆时，三人哈哈大笑。不过在对方说要见他们最强人的时候，三人收敛了笑容，表示放学后的多摩川他们会将最强之人带到面前，同时警告他不要违约。放学之后，在多摩川玩耍的几人还真等到了那位最强高中生范马刃牙。凌霸三人组吓得当场跑路，只剩下小孩战战兢兢地掏出小刀，抖若康尸。刃牙脱下校服，露出了肌肉，就像一座可怕的大山。即使面对的是瘦弱的小学生，刃牙还是摆出了攻击的姿势。小孩被吓得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反击，他还以为刃牙只会轻描淡写的放过他，但明显刃牙认真了。瞬间，刃牙出现在他的背后，一掌将他拍飞到半空，就像是被扔出去打水漂石头一样，在水面弹了几下之后掉进了河里。河流非常的浅，他站起来的时候毫发无伤。刃牙微笑的朝他伸出手，现在我们是朋友了。小孩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被当成了男人对待和尊重。随后刃牙表示自己已经出了全力了，接着一指不远处的凌霸三人组，他的力量是那几个菜鸡的100倍，现在你还觉得他们可怕吗？正聊着天，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正是史崔丹上尉。他给刃牙带来了他爹勇次郎打败猛犸象的消息。这个恐怖的男人接受了刃牙的挑战，全世界知情的人都如临大敌，但刃牙却坚持认为这是一场常见的父子吵架。你见过哪个家里的地表最强的？史崔丹上尉很明显要插手其中，但刃牙却很轻松地表示自己会随意找人练练。走在回家的路上，小孩不禁有些疑惑，你爹比猛犸象都壮，你居然只是想随便练练。刃牙开始当街挥拳，是随意不是随便，随意的对手也可能像恐龙一样强大。小孩虽然胆小，但其实非常了解拳击，就像刃牙现在的动作其实是在打空拳，这是拳击里的一种常规训练。想象对手就在对面，刃牙的动作越来越快，已经完全超出了小孩对空拳的想象。随着刃牙的动作，一个透明的身影突然浮现在他面前，小孩不可置信的揉揉眼睛，随着战斗的白热化，他通过刃牙的动作和招式准确无误的推断出刃牙对决的对象是前重量级世界冠军铁人麦克。麦克左拳出击，拆开防守，对着刃牙的脸就是一记上勾拳，刃牙被击中打飞，流出鼻血，他毫不在乎地站了起来，对着麦克的脑袋一记鞭腿，麦克被打败，战斗结束。围观的凌霸三人组一脸懵逼，这人大半夜在路上抽什么风？明明是打空拳的模拟对战，为什么刃牙的脸上会出现真实的淤青？刃牙用实力向他们解释，比如他手里有酸梅和柠檬，现在把柠檬塞进他们的嘴里咀嚼，虽然他们的嘴里没有柠檬，但还是不自觉地流下了口水，这就是人体的奥秘。小孩也明白了刃牙随意找人练练是什么意思，这一随意就随意到了前重量冠军身上。随后刃牙把小孩带到了自己家里，明明是一片居民区，但是到处都是针对刃牙的涂鸦，这些都是不能和他对决人的无能狂怒。刃牙在房间里坐着拉伸，随后一指地下室，他的父亲曾经和非洲象对决，然而他这里有比大象还强大的对手。地下室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个盒子，小孩好奇地凑上去一看，整个人都惊呆了，那个比大象还强大的人居然是螳螂。其实严格来说，昆虫要比任何的猛兽都要强大，老虎和狮子能拖走自身2-3倍重的猎物，然而昆虫能拖动7-8倍重。如果昆虫的体重超过100公斤，那它们将战无不胜。螳螂绝对是格斗高手，如果它体重超过100公斤，甚至能猎杀非洲象。当然，螳螂很小，但是刃牙却能通过想象将和它一样巨大的螳螂成
呈现出来。于是小孩就看着刃牙和空气斗智斗勇，突然之间刃牙踢出一脚，这是打败铁人麦克的招式，但是居然被空气完美格挡。刃牙惊得不断后退，脸上露出了害怕的神色，并抬头向上看去，紧接着又急速后退。顺着刃牙的方向，小孩似乎真的看到了墙壁上破损出的大坑。刃牙一脚踹出，却在半空突然一顿，他像是被什么东西钳制住，无法脱身了。通过优秀的脑补能力，小孩立刻推断出刃牙是被螳螂抓住了。随后他一个膝踢猛地挣脱，但是空气的反应速度更快，一巴掌就把刃牙扇飞，撞在了墙上。刃牙手脚并用，不断在房间内移动。这个小孩居然还真通过刃牙的动作脑补出了他正在对抗的对手，一只比人还高的可怕螳螂。突然间，刃牙使出绝招高踢腿，本该是一击必杀的招式，却丝毫没有对对方起到作用，反而又被螳螂扔了出去。螳螂和人类的结构不同，它没有大脑，所以不会脑震荡，攻击无用。刃牙跳上螳螂背上，就是一招漂亮的锁喉。但是螳螂的复眼能够清楚地看见他身后的刃牙，并迅速伸出两只前爪，将刃牙逮到眼前，眼看就要对着刃牙张嘴。情急之下，一个飞踢，刃牙挣脱控制，再次和螳螂缠斗在一起。随后他很快发现螳螂的弱点在他的脖子上，刃牙思考了半刻，学着螳螂的方式伸出两根手指。从前的中国有个叫周亚门的修行者，他无意之中看到了一只麻雀在和螳螂搏斗，最后居然是弱小的螳螂获得了胜利。深深被螳螂的力量所吸引的他，开始模仿螳螂的动作，并创造出了一种武术螳螂拳。现在的刃牙也在模仿螳螂的动作，刃牙手脚并用地攻击着螳螂的脖子。螳螂在昆虫中没有天敌，它们的攻击强力，但是不会防守。渐渐的，刃牙发现了螳螂攻击中的漏洞，攻击也渐渐的有了章法，不断的命中螳螂的弱点，就像是一只鸟在对付昆虫一样。渐渐的，强大的螳螂开始后退，刃牙的视线逐渐下移，螳螂再次变回了弱小的昆虫。刃牙战胜了这个强大到可怕的对手。你见过流速40公里的游泳池吗？这家酒店的泳池因为设计的失误，泳池中的水流速度快得夸张，又被称为杀人泳池，只有在流速4公里的时候才会开启。但是这一个人却能在最大流速的泳池里游泳，就像是一条灵活的杀人鲸。没错，这个人就是永次郎。史崔丹上尉前来将刃牙打败了螳螂的事告诉了永次郎。不是，你怎么知道了？在刃牙地下室装摄像头了。刃牙在武术方面已经上升到另一个境界了。当史崔丹问起永次郎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永次郎狂笑着扯断了椅子扶手，想象算个屁，我还想象自己宇宙第一呢。美国德州达拉斯曾经被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巡游之时被人开枪击杀，不知是为了蹭热度还是为了挽救达拉斯的形象，现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将在达拉斯举行游行，地点时间和1993年一样，周围围满了保镖。就在布什即将经过肯尼迪遇袭地点之时，直播画面突然被切断，等到再连接上的时候，总统已经不见了。据现场的报道，总统居然被一个亚裔青年在众目睽睽之下绑架了。罪犯带着总统进入了一家餐厅，没错，那个绑架总统的人正是刃牙，但他绑架总统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被抓，然后被关进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监狱。他要去见那个关不住的男人奥利巴，如果总统不答应，那么他会直接攻击，搞得总统非常无语，只好答应了刃牙的条件。逮捕、拘留、审判，一切进行的都很快。刃牙如愿以偿的被押送到了亚利桑那州立监狱。美国有2个五角形的建筑，一个是被称作五角大楼的美国国防部，一个就是被称为黑色五角大楼的亚利桑那州监狱。这里关押的都是这个国家的头号重犯。随着一系列的入狱检查，刃牙的监狱生活正式开始。